继承你这老头，也在彭越杀敌，早已为其失踪。你不但不去救人，还血口喷人污蔑我爹，冥顽不灵！除了林九霄，谁还有这等实力？林九霄残害同门，证据确凿，何可狡辩？这罪人之子，剥夺龙魂，逐出宗门。这老头果然是盯上了我的龙魂，凌氏众人处死。为你同门，不得好死！九霄已死，请再无人与我抗衡。小王，陪我有机会。灵野，给我凌氏一族血耻！绝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！小妹，景云在。你是我宗最年轻的天才之一，林浩辰的龙魂就归你了。多谢老祖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第一天才吗？真可惜，以后你的龙魂就归我。手下败将而已，没有你那个宗主爷爷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动手吧！我现在就想要我的龙魂了。快看，那就是传说中的龙魂。传说中的龙魂，这拥有成为大陆上顶尖强者的天赋。青云师兄，有什么吩咐？你们俩留在这儿，把林浩辰给我解决了。可宗主大门心怀仁慈，愿意给这家伙一条活路。林家如今只剩残垣断壁，他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，被跑进来的野狗吃了，也只能说自己运气不好，对吧？放心吧，梁师兄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痛，全身剧痛。这是哪里？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好似神异的巨树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神族后人，传承开启。神族，上古时期这片天地的一方霸主，是掌握雷霆之力的一个古老家族。后来天地巨变，所有古老种族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神族将自己的传承封印，只有流淌着神族血液的后人，在情绪到了极致的时候，才有机会打开神族传承。因为得到了这份传承，意味着将引得天地意志注目。天地意志不容许这世上再出现强大到能威胁它的存在。修行修为分为10境，每一境界修为的突破都会经历一场天劫，但接受了神族传承，每场天劫几乎都会变成死劫。如果不是有着坚定意志，一定要走下去，得到这份传承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好强的力量！这雷电不仅不伤我，反倒将我这般废掉的经脉都医好了。看来是我刚好完美符合了条件，这才激发了这份传承的感应。还有这神族的传承仙法，我自有修行的碧云仙法虽然不长，但这神族的本领根本不值一提。修行效率足足快了5倍不止。配合神族这掌握雷电的天赋，只怕以1境修为碾2境修为都不是什么难事。这巨树也是神族遗物。此树名为菩提树，乃神族生命之源。
可谓神族后人供给近乎无限的能量与生命力。好一棵神树！那这火又是什么？此火名为太阳真火，天地第一神火，万火之王，为神兽大月金乌的本源之火。真火在9境神族强者手里，连天地都可以炼化。这么厉害！可惜手边上没有什么好东西，不仅身上的东西被抢夺一空，评价也毁了。万物转化的能力，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。依传承的信息来看，神族传承共有9道枷锁，封印在我的脑海深处。现在我的层次还不够，太高层次的东西强行接受，恐怕会直接变成傻子。也罢，有了这份神族传承，总会有为林家报仇雪恨的机会。只要变强，就算再恐怖的大劫，我也必须坚持下来。百里狂澜害我林家，夺我龙魂，最多2年，我必会回来灭了青云宗。哼，还以为林家有什么油水可以捞，居然已经破烂成这个样子，真是晦气。别想那些事情，别忘了我们可是答应了静云师兄，要把这个废物给处理掉。赶紧动手，别出什么意外。啊，能有什么意外？林浩辰那家伙龙魂被剥，现在就是个废物。还以为他是当初那个1境巅峰的天才吗？我们随手就能把他给灭了。青云宗还真是不给人活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先收点利息回来好了。哟，林浩辰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红三方士，你们来做什么？谁让你让静云师兄不爽了？我们来帮他处理一下垃圾而已。就凭你们2个废物，以往宗门比武，你们什么时候赢过？哼，你的龙魂被剥，现在就是个废物，在这里和我装什么呢？就是，还以为自己是有钱那个天才吗？什么？喂，你没事吧？这林浩辰不是已经废了吗？怎么还有这种力量？这不可能！现在怎么办？一起动手！以为联手就有用了？算你们倒霉，就当是我向青云宗先讨点利息回来。青云，这只是一点利息。我知道你得到龙魂后，想要去混沌阁修炼，我也会去混沌阁，然后把你杀死在里面。我很好奇，青云宗要是失去你这个全新培养的天才，那位宗主大人会是什么表情？1品进阶丹，这倒是个好东西，正好试试那所谓的真火如何炼化万物。这等功效，真是1品进阶丹，这感觉是突破了。不过2颗1品进阶丹，竟能助我一举突破2境巅峰。那神树真火相互配合，不仅能将所炼之物提纯转化，还能强化能量吗？既然有了这等宝贝，那资源自然是越多越好。过2天就是青云宗宗门狩猎的时候，所有1境弟子都会进入青云山狩猎妖兽，作为对年轻弟子的历练。青云山内的妖兽都受到法阵规则限制，没什么危险性，因此宗门长老对宗门狩猎也不会太过关注。这是我的机会，潜入青云山，在宗门狩猎中猎杀青云宗弟子。这蛇妖的妖丹可真不小，让我看看能炼成什么好东西。这妖丹提升的是骨骼的力量，这股力量若全身都蜕变为银骨，只怕单凭肉身都堪比2境初级修士。距离狩猎日还有2天，青云山内的妖兽不计其数，在那之前完全蜕变不成问题。百里惊云，希望你也来参与这次狩猎，这样我就能让你知道，就算拿了我的龙魂，你也永远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敢问老祖唤我何事？百里惊云，你好好修行，1个月后便是混沌阁公开收徒的日子，届时你将会代表我们青云宗前往混沌阁修行。是。不过这次宗门狩猎，放心吧，
你弟弟玉峰马上要出关了，他半只脚已踏入2境，宗门狩猎的奖励是我百里一族的，不会落入别人手里。这青云宗永远都是我百里家的青云宗。爹，不愧是8重天初级妖兽的妖丹，恐不如此，感觉经脉要裂开了一样。2天时间里，不断猎杀妖兽，炼化妖丹，如今光是我的肉身力量堪比2阶妖兽，怕是2境的修士也难以扛下我这一拳之威。不过眼下我离第4境元海境界还差得远，暂且还没有匹敌整个青云宗的实力。但是终有一天，青云宗主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听说了吗？你们狩猎日之内获得靠前的名次，有丰厚的奖励。何止啊！运气好，若是被宗门长老相中，将来在宗门之内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呢。那咱们得努力。看，长老们来了。参加狩猎日的弟子都来我这里报名。长老，我也要。好在这些弟子为了这次狩猎大比挤破脑袋，没有人会注意我。众弟子听令，尔等皆是青云宗的未来。这次狩猎大比也正是尔等崭露拳脚的一次机会，在后山之内斩杀的妖兽都可以自己收入囊中，但是稍有不慎，依旧会深陷于危机之中。若是遇到困境之人，倒是可以捏碎手中的玉牌，吾等便会现身。果然会有长老定手。狩猎大比即刻开启。杀吧杀吧，妖兽杀得越多越好。来了。按照眼下的狩猎速度，2日之后，我们几个必定可以获得前列之位。若是能得到宗门的奖赏，我们在宗门之内的地位定能水涨船高。得了吧！如今百里氏在宗门之内如日中天，又岂会有我们崭露头角的机会？只怕是宗主会从中作梗。那可未必，若是不妨碍到百里氏之者，宗主可不会对我们下黑手。哎，那林浩辰便是前车之鉴。哎呀，也只能怪林家倒霉。就是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也已经3更半夜了，咱找个空旷的地方调整一晚吧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！交出身上所有妖丹，可留尔等一条命，否则死路一条。哼，痴心妄想！若有本事，便将面罩摘下。一个畏首畏尾的家伙罢了，不足为惧。想从咱们手中抢走妖丹，就拿出真本事来！看招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是让这小子抢走了妖丹，这次狩猎大会，谁都别想捞到一点好处！上！上！给你们一次重新考虑的机会，交出内丹，否则死路一条。你们可不想与这次千载难逢的狩猎大会失之交臂吧？拿去。大哥，就这样放过他了，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啊！那你打得过他吗？此人实力强劲，估计已突破2境。咱们3人联手也敌不过他。不过，虽然他有意遮挡自己面容，但青云宗就这么大，想要找出此人，简直易如反掌。等此次狩猎大会结束之后，我自然会向百里氏弟子们通报此事，煽风点火。以百里氏弟子的个性，绝不会容忍自己面前出现更耀眼的天才。想必那人也没几天舒坦日子好过了。
好计谋，那是自然，让咱们吃瘪，他也别想有好日子过。但现在只剩下2天时间，咱们得尽快行动了。可恶，还来！自己去狩猎不行吗？我的腰带！哦！万物炼化的能力果然逆天，仅仅2天，便助我突破到了第2级。如若按照这般速度修炼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便能重回3境巅峰。银骨之躯，再加上2境的修为，哪怕面对3境大成的雄狮，也有一战之力。重回巅峰报仇雪恨，也是指日可待。有人再次突破，肯定就是他。所有人一起上，把他先给包围起来，别让他给跑了。终于让我们抓到了，今天一定要将这之前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出来。阵仗不小啊！终于让我们抓到机会了。宗门内何时出了你这种罪大恶极的家伙？为了宗门之声誉，我们定要严惩不贷，绝对要给这个家伙血的教训。没错，就让我揭开他的面罩，看看这面罩之下到底是怎样一张丑陋的嘴脸，然后联合上报给宗主，将这种逆贼给逐出宗门。狩猎大会没有规定弟子之间不能互相争抢，你们也没有必要这样狗急跳墙吧？再说了，也是你们自己实力不济，这本来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还敢嘴硬，让他尝尝苦头！这么多人，就没一个能与我抗衡的？连一点反抗的脾气都没有了吗？哼，没人上，那恕在下失陪了。阁下请留步，放你一条生路倒是没有半点问题。但在此之前，先把身上的妖丹交出来吧。百里御风，居然是他！有他替我们主持公道，还怕那小子耀武扬威？传闻这一次百里御风出关，已踏入2境。如此年轻的2境，倒是有他哥当年的影子。收拾这小子，定不在话下。梁百里御风从小到大便由宗主培养，他的实力可不能用寻常的境界来看。百里御风从小到大便由宗主培养，他的实力可不能用寻常的境界来看。当初他以1境巅峰的实力，并能把2境修士逼得节节败退。不过我看那面具小子，也不似等闲之辈。虽然猜不出他是宗门之内哪个天才，但是实力足以在2境之内站稳脚跟了。让我交出妖丹，不如你自己来抢。只要你能击败我，别说身上的妖丹了，就连这条命都是你的。百里氏之人就是眉高眼低，没丁点本事，就只会在这里耀武扬威。想用百里氏的名头来压我，劝你还是不要动这点念头吧。虽然百里氏在青云宗之内如日中天，可在我眼里，都是一些阴险狡诈的小人。外，这家伙可是在挑战百里氏的尊严，
简直是自寻死路。这小子虽然实力出众，但是也太自大了，不把百里氏放在眼里，将来必定会断了自己的后路。就是，我们还是不要趁这浑水了吧。若是稍有不慎，怕是要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那些被夺走的内丹不可能再收回来了，就慢慢看这一出好戏吧。真元宗之内何时有这种身法？那个身法是玄阶上品功法，大奔雷步。风雨二境，为何此子身法如此惊人？有点意思。若是有这般身法傍身，即便是三境巅峰修士，未能有应对之法。这下更不能放他走了，绝不能让他有捏碎保命玉牌的机会。身法不错，可惜功夫不到家呀。少得意。是。空有身法，却只会横冲直撞，看多了，猴子都反应得过来。且慢，阁下高深莫测，在下服输。可能你还没发现，你已经离死不远了。我们要不要去帮个忙？说是在百里御风面前讨了好处，以后在青云宗也是可以横着走了。这种事情最好还是不要插手了吧。那小子实力惊人，我们一起上也未必是对手，何必自讨苦吃呢？算了吧，用剩下这点时间多猎杀2头妖兽，说不定还能抬高点排名呢。你敢杀我？你到底是何人？这里可是青云宗的地盘，即使杀了我，你也不可能全身而退，又何必干这种一换一的买卖？放了我，要不然你也会死。好，死到临头了，不妨告诉你我的身份，我就是林浩辰。你们百里氏族人都该死，尤其是那百里狂澜，当初他杀了我们族人，我也要用同样的方式百倍奉还。我要将你们百里氏彻彻底底的铲除，而你就成为这条路上的第一个孤魂吧。放心，不久之后会有人来陪你的。张队，那小子竟然真的下手了！好在刚才没有出手阻止，要不然死的就会是我们了。没想到他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斩杀百里氏子弟。这小子天赋异禀，看实力都没比百里星云差多少了。只可惜自寻死路。我们还是快点走吧，都闹出人命了，咱可别引火上身啊！这力量果然不赖，终有一天，我要将百里氏彻底铲除。那些围观的弟子都走光了，暂时安全了。接下来，不知这小子身上有什么好东西？这是空间戒指。空间戒指，此等珍贵之物，竟赠与小辈，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百里狂澜那老贼倒真舍得，让我看看还有什么。这个卷轴，这难道就是百里御风方才所使的身法？玄阶上品功法，
大奔雷部，一卷有关于雷系的身法，正好与我的神族传承相适配，修炼起来倒是事半功倍。这百里氏子弟身上的好东西还真不少。唉，一帮只懂强取豪夺的畜生，竟这般富足，不可饶恕！此地不宜久留，不久之后，百里氏之人肯定会发现百里御风之死，待到那时，肯定会把整个青云宗给翻得天翻覆地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还不足以与整个青云宗为战。我必须韬光养晦，等时机成熟了之后，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这是我的一点孝敬，请宗主笑纳。确实是好东西。你放心，有玉峰在，这次宗门狩猎的奖励，已是我等百里氏囊中之物。现在只等京云前往混沌阁修行。什么情况？玉峰的命符，他不应该在后山内参加狩猎大会吗？怎么会？玉峰已经不如二境，整个宗门之内都没有几个弟子能伤到他，而且有长老坐镇于后山之中，怎么可能会出事？百里氏长老随我来！百里氏长老随我来！宗主，玉峰身上的伤属于一击毙命，他的小腹上有个拳印，上面还夹杂着一丝尚未散去的雷霆之气。到底是谁？居然敢在老夫的眼皮子底下杀害百里氏子弟！他是活腻了。据当时在场弟子所述，有一蒙面男子大闹狩猎大会，四处夺人妖丹。百里御风出手制止，不料那人实力强横，反遭其杀害。来人，在，给我彻查此事，定要抓到罪魁祸首。依我所想，此子定非青云宗之人。潜入宗门内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对我等百里氏族人下手。想来此人与我等百里氏之间定有渊源。下令封锁宗门以及宗门10公里之外的地域，绝不能让那小子给逃了。钟叔，小妹，我回来了。眼下整个青云宗之内闹得鸡飞狗跳，想必宗门上下的弟子人心惶惶，生怕让人给劫杀了。这种时候，想必没人会把注意力放在早已毁于一旦的宋氏腹地上。那么，奔雷部，那雷霆于肉身，这口诀晦涩难懂。估计当初那百里御风修炼之时，应该下了不少功夫。菩提树，传承之境，我明明没有催动太阳神火的念头，为何会被强制招入这传承之境？不对，我的卷轴呢？我卷轴哪儿去了？啊？哦，这是这架势，
这个架势，难道是大奔雷步？好快，比百里御风所施展的还要快。这虚影是在展示身法吗？难不成这精神之海还能演化卷轴之内的身法？正合我意。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便助我悟透了这奔雷步的入门。如此一来，用不了几天，就可以完全掌握这门身法。很好，已经完全掌握了。有了这身法作为保障，对付3境高手也有一战之力。1个月后，便是混沌阁收徒之日，届时百里惊云也会参与，绝不能让百里惊云被混沌阁选中。若是让他成为了混沌阁的弟子，以他的资质，再加上龙根，肯定会被混沌阁内的长老相中。届时要想绞杀他，将会难如登天。我必须变得更强才行。想要变强，混沌阁就是个好地方。若想成为这世间之强者，这混沌阁自然也要闯一闯。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，唯有自强身影，才能有话语权。传闻当初有一位强大的剑修在此处斩出了一剑，由此便有这种想法。此处妖兽横行，乃是人类修士的禁地，寻常的3境修士也不敢深入其中。如今，唯有更强大的妖兽内丹，才能助我突破到玉骨之境，哪怕危险，也闯上一闯。银月狼，看架势，这头妖兽有2阶实力，而且已经将我视为利用。不愧是2阶的银月狼，速度和力量远胜其他妖兽，而且狼族一般群居生活，难不成我这是闯入到了狼族妖兽的巢穴了？银月狼王，3阶妖兽。想围杀我吗？我可不能倒在这儿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不愧是3阶的银月狼王，嘶吼声直击灵魂。搏一把，银弓，大奔雷步，去死吧！你们还不给我滚！真是惊险！幸好赌上全力一击，成功击杀狼王，将狼群逼退了。方才若是那数百头银月狼继续围我，恐怕我也凶多吉少。到头来，那些银月狼甚至不愿为你报仇，真是可笑。这就是被背叛的滋味啊！虽然剩下的银月狼都只是些2阶妖兽，
但现在可不能浪费资源，得找个安全的地方炼化这些药丹。那个山洞是隐月狼的巢穴哦，想必那群隐月狼短期内不会再返回此地，就在那洞内炼化药丹吧。很好，已出入玉寡之境了。若是再与那银月狼相斗，想必能轻易将其击溃。如今虽难以与3境高手相匹敌，但即便是3境高手要取我性命，也绝非易事。妖丹都炼化完了，接下来还是继续去狩猎妖兽吧。那是一名女子，怎么伤得这么重？那女人已身负重伤，逃不了太远。即便是绝地3尺，也要将她给挖出来。她身上的宝物一定要拿到手。好强的压迫力！若是对上那种高手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绝无活路。这女子究竟是何人？若是让那2个追杀着女子的高手发现了踪迹，我恐怕也难逃一死。唉，只能怪我爱多管闲事吧。醒了以后可千万不要怪罪于我啊！我这也是为了救你。看架势，五脏六腑也受到了波及。那2个家伙下手还真狠，再耽搁下去，可能会殃及性命。若不是这女子修为同样不凡，怕是遭不住这一劫。幸好还有些金装丹，再用些外敷的膏药。不行，光处理外伤还不够，该怎么办呢？啊！这个气息是……这菩提树不仅能为传承者本身提供能量，还能疗愈伤者。看样子，内伤也有所恢复，应该没有大碍了。神族传承究竟还有多少用途？哎，算你好运，遇着了我，要不然你这条命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。醒了可别翻脸不认人。总之，这样应该没问题了。我也得歇上一会儿了，明天还要再去这忘川大峡谷深处历练一番才行。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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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我叫你起来！啊！你快说，你趁我不备，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事？你信不信，我立马杀了你！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还真是良心喂了狗。若不是我及时救了你，你早就成妖兽口粮了。站住！这是什么意思？把今日之事忘了，不许向外人提起。不用威胁我，我也不想和你扯上关系。忘川大峡谷还有2个高手搜你，如今你身上有暗疾，抛头露面等同于送死。用不着你管，那2人若不是偷袭，绝不是我的对手。忘川大峡谷过于危险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命丧黄泉。此处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这张令牌你拿着，此物乃是混沌令，在北方大陆这片区域倒是有点门道。将来若是遇到难处，这张混沌令也会替你挡下一劫。混沌令内有我5成灵气所设下的结界，只要启动令牌之内的结界，便可替你化险为夷。当然，也只有1次的使用机会，也算是还你一个人情了。自此之后，我们就是陌路人。
混沌令，难不成此女乃是混沌阁之人？你是混沌阁之人？算是吧。这女人在混沌阁可能有点地位，我又救她一命，岂不是可以凭借这层关系，走后门进入到混沌阁内修炼？不行，这事都还得靠自己。除了宗门特招，还有其他办法加入混沌阁吗？北方大陆之内，混沌阁会给各地宗门势力预留名额。除此之外，其余宗门长老在外游历时，也会留意各地一些被埋藏的天骄，将那些天骄带入宗门。方才不是给了你一张混沌令吗？混沌阁内每个长老身上都会挂着一张混沌令，拥有混沌令之人在阁内身份极高。你也可以凭借这张令牌参加混沌阁今年的试炼，只是能不能成，要看你自己。多谢阁下，此等恩情，改日再报。在下先行一步了。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家伙，希望我们能在混沌阁内再次相见。必须找到3阶妖兽内丹，突破玉骨之境。大地魔雄，3阶巅峰，看来是受伤了，正好趁他病，要他命。有现在的力量，根本挣脱不开。不成，我要死在这条棕熊的手里。这是有人在暗处出手，不管是谁，眼前的大地魔熊不解决，我依旧危险。现在还有多少实力？我竟然击败了他！当时我似乎感觉到真火散发出的热量，将我给包裹了起来，必然与太阳真火脱不了关系。这大地魔雄的肉体果然霸道，即便是被太阳真火加上银骨的力量击中，身躯依旧是完好无损，只是多了几道醒目的伤痕。3阶妖兽的内丹果然霸道，靠近真火都能明显感觉到一股灼热之感。若是炼化了这颗内丹，跨入玉骨之境，也将会是轻而易举之事。这股力量，照我目前所展现出的状态来看，想必达到了玉骨之境，相较于银骨之境大有不同。不仅仅只是肉体方面有着极大的上升，五脏六腑都被强化，寻常攻击已经难以对我有显著的伤害了。若是再次与那大地魔雄争斗，我以玉骨之境便可与其打得有来有回。总之，肯定不会落到现在这种境地。现在只要将自身的状态给调整至巅峰，然后在此处寻找其他离开大峡谷的方法。不久之后便是混沌阁公开收徒之日，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又不清楚还要继续等多少年。这一次若是无法成为混沌阁弟子，将来青云宗的地位定会不可遏制的上升。百里青云凭借抢来的龙魂，未来在混沌阁也一定会大放异彩。我的龙魂并非凡物，即便是一头猪大摆上了我的龙魂，都可以化茧成蝶。唯有同样成为混沌阁弟子，我才方便对百里青云下手。
对整个百里氏下手，将当时之仇百倍奉还。什么声音？这声响好像是从这个洞窟传来的，可这声响的源头又会是何物？直觉告诉我，这个洞窟之内绝对另有玄机。这峡谷之内常年没有人出没于此，这油灯竟然能燃烧如此之久啊！看来这个洞窟之内必然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大秘密。这是居然能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凿出这种手笔的山洞，这位前辈非同凡响。有人，请问阁下这是何处？晚辈无意冒犯此地，不知该如何离开这个峡谷，能不能指点一二？无意冒犯，多多见谅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此物还当真诡异，竟在体内找不到踪影。小辈，这天元珠的滋味如何？这可是老夫用毕生之修为炼化之物。谁？我就是你面前的那一堆白骨的主人，早在数百年前就作化于此。死之前，我在这山洞之内留下了一丝丝的残魂，等了上百年，终于有人发现了这个洞窟。看来一切都不是机缘巧合，你就是我苦苦等待之人。晚辈无意冒犯，还请前辈不要见怪。若是打扰到前辈长眠，晚辈立马离去，绝不打扰，也不会将此事泄露出去。小子，无需多礼。老夫也不是那种朽木，今日相见也代表我们之间有着缘分，你也不需要如此拘谨。你小子体内竟有龙魂？不对，很微弱，身怀残魂。前辈火眼金睛，晚辈的确有过秘辛，但没了龙魂，我照样能成为一方高手。有志气，龙魂不过外物，只要天资够绝，照样能成大器。你我有缘，此天元珠藏我毕生造物，可助你修炼。多谢前辈赐下机缘。老夫当年大限将至，未能突破10境，终困于此。将来若有机缘，替我传承衣钵。前辈是9境巅峰，北方大陆屈指可数的强者。前辈放心，晚辈定不辜负所托。此乃天元灵术，老夫于北方大陆之外所得灵品秘术，你瞧不透，老夫演示一遍便知。天元灵术，斩！出手好歹说一声，差点被活埋。如此，一缕残魂，竟还有如此威力。这天元灵术果然是顶级功法。天元灵术可附灵于外物与自身，威力看你掌握深浅。
天元珠还能借助你炼化灵气，揭示助力。真火，我没催动，怎么回事？完了，那可是天元珠啊！北方大陆的至宝，就这么被真火炼化了。太阳真火在炼化天元珠的同时，净化水域，就能同时演化里面的功法，直接让我掌握了入门之法。这是天元珠内磅礴的灵气，全都融入到了我的丹田之中。这股力量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身躯之内似乎有一种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力量，仿佛一拳便可以打出翻江倒海之势。我感觉我整个资根肌都发生了质变。毕竟这天元珠乃是一重天强者用毕生精华所孕育而成的天才地宝，自然不会是凡物。将其炼化之后，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奇效。感觉马上提升了一个境界，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。而且天元珠内含的灵气依旧没有被尽数炼化，若是炼化之后的全部灵气尽数吸收，恐怕一瞬间便可以冲爆我的身体，我将直接粉身碎骨。不行，若是再吸收下去，这股汹涌澎湃的灵气必然能冲破我的丹田，我自然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当赌注。若是一举突破其中一支剑，说不定会造成根基不稳，从而在身上留下不可逆的恶疾，从而没有扎实的根基，甚至会影响到未来的修炼，说不定就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而葬送了整个生涯。我可不当冤大头。反正只要有太阳真火在手，想要提升修为，简直如同喝水一般轻而易举。虽然这股灵力如同滔滔江水一般庞大，但太阳真火就宛如一个黑洞，这点灵气在太阳真火的面前根本掀不起一丁点的水花。天元珠好歹也是足以轰动整个北方大陆之物，居然在太阳真火的面前显现不出一丁点生动。太阳真火定然是超出凡俗般的圣物。小子，你身上还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吧？一瞬之间便突破到了2境巅峰，简直就跟喝水一般轻松容易。只不过老夫提醒你一句，可千万不要在意眼前一时，要为了日后的长久而顾虑。毕竟老夫也是过来人，见过了无数的天骄之子，一步一步扎实打好基础，将来北方大陆的未来都会是属于你，无需去贪念一时的修为暴涨。感谢前辈赐予机缘，晚辈一定不会辜负期望，让天元灵术之威再次重现于江湖之中。有了天元灵术，我以2境巅峰之境力悍气冲天也不成问题。而且我现在肉身已经达到了玉骨之境，相互搭配的情况之下，与3境强者相争不成问题。不用谢老夫，一切都是你应得之物。100年以来，你也是来此地的唯一之人，或许冥冥之中就是天元灵术选定了你，一切自然都有因果。未来之路扑朔迷离，老夫希望你能坚持走下去，切莫忘了初心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让老夫一个人独自享受清静吧。接下来你便去大展拳脚吧。这次经历虽然惊险万分，但是好在我的能力也提升了不少，也要感谢前辈赐予的机缘。眼下距离混沌阁公开收徒仅仅只有几天时间，我得快马加鞭地赶去混沌阁。混沌阁坐落于北方大陆的中心位置，此地四通八达，相信用不了几天时间，我便能赶到混沌阁。我一定要成为混沌阁的弟子。仅用了几天时间，林浩辰的实力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此行前往北方大陆中心区域，路程108000里，若仅靠双脚赶路，不知何时才能到达。林浩辰决定进城跟着商队一同前往。此处位于青龙宗管辖内，
处于北方大陆的最南边，地理位置优渥，就可惜与鬼域之地相邻。若没有鬼域之地的干扰，青云宗的规模会更为宏伟。是否有父亲的消息？看来必须进入混沌阁，获得前往鬼域之地的机会。就是这儿，镖师公会。镖师公会是整个北方大陆最大的公会之一，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镖师公会。镖师公会内有绝世强者坐镇，即便是混沌阁，也要给镖师公会一丝颜面。此行跟着他们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你好，替我接取一件前往天地城的任务。二境巅峰，此等境界若是随行也足够了。晌午之时，正好有一批商队要前往天地城，押镖的领队乃是一位3境的强者，你便一同随之前往吧。此行的报酬仅有5枚灵石，麻烦在这张单子上签个字。好，这是定金，此行前去需听从镖头的差遣。若是你敢趁火打劫，镖师公会即便追杀到天涯海角，也不会放过你。多谢前辈指点。动作快，把货都装上。时候不早了，各位稍作准备便上路吧。夜色已晚，就地扎营。发生了什么？为何如此紧张？周围有些许不对劲，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，小心有马匪。这地方静得邪门儿，连虫鸣都没有，怕是要出事儿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！我等乃镖师公会所属，尔等若敢造次，休怪我等不客气。届时镖师公会的怒火，尔等承受不起。劝你们3思而后行。我7重天的修为，在北路也是中游水准，寻常势力都要给几分薄面。这群马匪想必是乌合之众，能吓退最好。真打起来伤亡难免，耽误的镖期更麻烦。镖师公会，好大的名头，可惜在老子眼里屁都不是。这商队的货，老子要定了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！我等乃镖师公会所属，尔等若敢造次，休怪我等不客气。就凭你们，也配提镖师公会？难不成他们还能跨越千里，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找老子报仇？实话告诉你们，这地方老子早就踩好点了。抢完你们，老子就带着弟兄们远走高飞。镖师公会就算手眼通天，也找不到我们。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放下货物，滚出这片平原，否则今日便让你们全员葬身于此。动手！反抗者，杀无赦！这匪首也是7重天，还是巅峰境，不过气息跛脚，明显是靠外力提升的。老王只是普通7重天，硬碰绝不是对手。狂妄之徒，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镖师公会的厉害，受死吧！狂妄之徒，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镖师公会的厉害，受死吧！有点意思，不过就这点能耐，这家伙的力量太狂暴了，再硬拼下去，我迟早要被他重创，不能这么打。兄弟们，快过来助我！联手拿下这贼寇！不堪一击的废物，受死吧！寻常时候我懒得出手多管闲事，可这群马匪偏偏耽误我赶路。没了这商队，我还要孤身去天地城，太浪费时间了。
只能速战速决了。擒贼先擒王，这匪首是7重天巅峰，我单打独斗没有胜算，我老王吸引他的注意力，2打1，8成能成。这是谁？他要干什么？又来了一个不要命的家伙，以为凭一个8重天巅峰之境就可以改变眼前的战局。既然你这么着急求死，那我便先杀了你再说吧。都死吧！再让你尝尝我这一拳的滋味。让完雷步。哼！让你这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尝点苦头，你才知道本大爷的厉害。不愧是7重天巅峰的强者，看来玉骨之境依旧在短时间内弥补不了境界上的差距。别愣在那里了，抓紧时间来帮忙，一同携手把这个马匪头子给解决了，其余的马匪自然就会土崩瓦解。一同携手把这个马匪头子给解决了，其余的马匪自然就会土崩瓦解。这马匪头子的实力让我都感觉到有些许吃力。这8重天巅峰之境的小辈，居然都能跟他打得有来有回。我来吸引那马匪头子，你只需要在一旁帮我打掩护。接招！马匪头子的根基不稳，若是抓住机会给予致命一击，绝对可以在1瞬之间将其击杀。若是一直拖下去，战局依旧对2人不利，况且身后的商队也呈节节败退之势。若是等到那些马匪将商队解决了，再腾出手来对付我和老王，即使我俩实力不凡，也注定没机会挽回局面了。天元灵术。什么？老王，替我拖延住那个马匪头子，接下来我要给他致命一击。明白。眼下战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主动权已经被这小子牢牢地握在了手中，我自然不能坐以待毙。若是等这小子的招式释放出来，我即便是不死，估计都得硬生生脱一层皮。唯有将这小子彻底抹杀，才能确保我的计划万无一失。被一个8重天的家伙给逼到这种地步，还真是丢脸。只不过接下来这场战斗也该结束了，你们也没必要做无所谓的反抗了。接下来我会让你们看看什么是7重天巅峰强者。我恐怕不是这马匪头子的对手了。若是这一刀斩在了我的身上，估计会在1瞬之间变成一具尸体，甚至连尸骨都不一定能保存。然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无论如何都要迎头向前。眼下我只能将所有的希望都全部寄托在林浩辰的身上，只有林浩辰才能改变眼前的局面。死吧，也该结束了。强的刀法，去死去死，全都得死！抵挡住这马匪的刀气已是勉强，看来只能指望那小子了。想要击败这7重天巅峰的马匪头子，只依靠1丁点元气还不足够，要做到一击毙命，就得用更多。但玉骨之境可以帮助我吸收超过了身体负荷的天地灵气，好厉害的灵气波动！那是，就是现在！受死吧！看那儿！这小子，老大死了。尔等还不打算滚，是等着我继续出手吗？
快跑！站住！穷寇莫追！我已力竭，并且内脏受伤严重，而这小子只是皮外伤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多谢阁下出手相助，若不是阁下，恐怕我们这一整商队都要葬送在这些马匪的身上了。前辈无需多礼。看阁下似乎并非我们镖师公会之人，应该是跟随此次商队通行之人吧？王大哥无需拘谨，这次能脱险，全靠你吸引火力，诸位兄弟协力，这份担当，功不可没。凌霄兄弟太谦虚了，你这身手，绝对是后起之秀，将来必成大器。这次退匪，你才是真核心。清剿马匪的物资已清点完毕，请您过目。丁老弟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，随便挑。没有你，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扛不住了。身外之物，与修行无异。不必了，王大哥，把这些分给牺牲兄弟们的家属吧，他们才是最需要的，够他们家中温饱度日了。凌霄兄弟果然心怀大义，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凌霄兄弟身手好，心肠善，不如加入我们镖师公会，我亲自带你去总部，前途绝对光明。这等天才要是能拉入公会，绝对是大助力。这等天才要是能拉入公会，绝对是大助力。啊，多谢王大哥厚爱，我志不在此。此去天地城，正是为了混沌阁公开收徒，想见识天下天才，闯一闯混沌阁。既然如此，我不勉强。日后你有任何需要，随时来找我老王，我必鼎力相助。凌霄兄弟一路辛苦，我让人备好了马车，你先上车歇歇。多谢王大哥费心。此番对战消耗不小，需尽快恢复巅峰状态。混沌阁考核便是我崭露头角的机会，绝不可疏忽。这就是天地城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比我去过的任何城池都要宏伟。王大哥，诸位兄弟，此番多谢照料，后会有期。凌霄兄弟后会有期，一路保重。混沌阁公开收徒了，只要天赋够就能进。那可不，我们特意赶过来，就是为了闯一闯入门考核。混沌阁终于到了，我必在此站稳脚跟，变强。考核竞争惨烈，都打起12分精神，不可大意。是，长老。来了不少天才，看来考核不简单。那是百里惊云，百里狂澜。怎么会在这儿？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百里惊云，百里狂澜，昔日仇百倍奉还。今日暂且隐忍，待我入阁变强，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即便是这两人化成灰，我也不会认错。总感觉身后有人在看我们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云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我，可能是我的一个错觉吧。云儿，你可要抓住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发挥自己的天赋。据小道消息，混沌阁之内已经有几位长老相中了你的天赋，他们光是听到了你身负龙魂，便已经想直接招收你为门下弟子了。这一次收徒也只是走走过场，但是依旧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唯有显露出更为恐怖的天赋，才会被混沌阁重视。毕竟多年以来，青云宗在惊云的身上倒是砸了不少资源财富，也就等着这个时候惊云一飞冲天了。有龙魂在手，将来混沌阁也会有我的一席之地，只需要接下来长年累月的努力，
在混沌阁内有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也不是问题。我才是万里挑一的天才，而其他人都只是我向上攀爬的垫脚石。今年来的小家伙还不少，希望这一次能收到几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徒弟吧。这几年混沌阁一直都没出亮眼之人，若是一直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去，恐怕混沌阁的未来都要没落了。这几个绝对是远超6重天的存在，仅仅只是望了一眼，便能让我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当时在青云宗之内被百里狂澜镇压之时，我都未曾在百里狂澜的身上感觉到这种气息。各位辛苦了，远道而来的小家伙们，尔等都是为了这一次混沌阁纳新而来的吧？我们也不卖关子了，这一次你们有接近90%的人要被淘汰。虽然你们都是一方势力之中的妖孽天才，但是放在这混沌阁内恐怕什么都不是。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，都要有心理准备。有特邀令之人方可进入山门，接下来自然会有人接引你们前往宗门试炼之地。直至现在，我依旧不清楚那女子的身份，但从她的实力上来看，肯定是一方大能强者。长老特邀之人，但是这人身上似乎没有一丁点的惊奇之处。进去吧，接下来好好表现，莫要辜负了宗门长老的期待。没有想到这混沌令居然在混沌阁内有这么大的用处。这位长老的脚步轻盈，身上的气息就宛如一座不可估测的高山，根本看不透他的修为。各位，能出现在混沌阁山门之内的，皆是来自五湖四海之内的天之骄子。但能来此地之人，哪个不是天才？或许你们在自己那1亩3分地内是不可一世的天才，但我还是劝阻一下各位，放下之前高高在上的身段，不要以为自己还是那鹤立鸡群的天才。开山门！混沌阁是整个北方大陆最为强大的势力，但阁中每位修士的第一要义都是修炼，所以混沌阁并不会轻易插手世俗之事，只有在招收新人时，大门才会打开。这就是混沌阁，比传说中还要气派。啊，门开了！这是……此乃通天之路，唯有抵达山顶的弟子，方可进入下一层的历练之地。待会儿我会在山顶之上释放威压，尔等可不要忽视了这威压之路。历代以来，光是这条通天之路，便能刷掉几乎80%的弟子。大展拳脚吧，天才们！这威压太恐怖了！重天以上的境界，这差距，终有一日我也要成为像他一样的强者，甚至还有比他更为强大。没必要一开始就暴露实力，稳步前进就好。我的天，爬不动了！怎么还有这么远？一旦倒下，便意味着与混沌阁失之交臂，试炼的机会可谓是千金不换。百里惊云，若不是百里是在背后插刀，我又岂会沦落到孤身一人的地步？百里惊云，夺走我的龙魂又如何？迟早百倍奉还！你想靠混沌阁出人头地？我才是天命之人！红雷部，什么？妖孽啊！居然在这个时候还有灵气去施展秘术，绝不能被这个家伙给比下去了。区区一个2境巅峰之境，还想在我们面前大展拳脚？这背影好生熟悉。北方大陆妖孽真多，
不能让他抢了风头。龙魂之人，看来这一次的混沌阁试炼还当真是卧虎藏龙，想要在长老们面前崭露头角。你还没问过我们吧？别以为通天之路上就单单只有你一个天才，此地天才云集，区区龙魂又算得上什么？混沌体、无形体，多少年没见过这种盛大的景象了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混沌阁聚集了如此之多的旷世奇才，看来混沌阁后继有人了，吾等也可以放心了。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小子倒是有趣，2境巅峰便可以硬生生扛着大长老所散发而出的威压之力，而且丹田内力居然如此雄厚，都足以堪比3境巅峰的强者。昙花一现而已，恐怕这小子已经挥霍完了丹田之内的所有灵力。我看其他那些特殊体质的弟子倒是非同一般。天元灵术所汇聚灵气速度抵消了不少威压之力对我的消耗，同时菩提树在源源不断的给我提供气血之力，现在对于我而言，简直就是如鱼得水。这2境巅峰的小子是不是嗑药了？越往上走，非但没有减缓一丝丝的速度，甚至还更快了，实在是让人看不透啊！灵气具体，还当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家伙。看来这一次的试炼大会还真是藏龙卧虎啊，说不定能出现一些令人惊讶的小家伙。没曾想到，我居然凌驾于所有天才之上，首个登上了通天之路。恭喜你们已经通过了通天之路的考核，你们已经半只脚踏入了混沌阁。接下来还有更为严格的试炼，只要通过了这最后一次的试炼，你们便算得上是堂堂正正的混沌阁弟子了。此地乃是混沌阁后山，后山之内圈养了一些宗门饲养的灵兽，而你们的任务就是每个人击杀一头3阶的灵兽，而且在后山之内生存3天时间。时间一到，便自然会有人接引你们前往混沌阁内报道。祝各位好运吧！能不能加入混沌阁，也就在这一刻了。即刻起，身旁任何人都有可能会是自己的敌人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那老头没说不能对身边之人下手。目前形势不明，我们先撤。这些养尊处优的天才倒也不算太蠢。那紫袍长老没有规定不能对身边的弟子下手，或许借着这次机会，我倒是能让那百里精灵尝尝苦头。这头3阶紫电魔牛已经进食了半个时辰，不知何时休息。就是现在！3级老手果然没这么简单。这魔兽防御力惊人，正面进攻收益不大。虽然攻势凶猛，但体型巨大，身体没办法灵活转动，就是你的致命弱点。你不！既然一拳不够，那就多来几拳！啊！听说如烟的小妮子将自己的混沌令给发了出去，倒是期待能让他出手的天才有多惊艳。此次听说还有身怀龙魂之人。柳如烟这丫头总算开窍了，老宗主离开多年，宗门也该有人掌权了。实在不行，逼他让出宗主之位也行。除了龙魂，还有天赐神体之人。混沌阁许久没有这般盛世了。鬼域之地又出现了一些奇怪之事。
若是这一次不能将那些家伙全部镇压，恐怕日后会威胁到北方大陆。眼下也只有我们混沌阁能挺身而出了。鬼域之地，多少弟子埋骨于此。当年混沌阁弟子遍布北方大陆各个地域，何等风光！可鬼域之地突然爆发战乱，老宗主为了镇压鬼域之地的战乱，孤身一人单刀赴会，如今还下落不明。之后数年，多少弟子为了镇压鬼域之地，都葬生于那片未知的土壤之上。这也是这些年来混沌阁入不敷出的原因。那难道放任那些邪物作恶？到时，整个北方大陆的无辜百姓都会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守护北方大陆本是我混沌阁的责任，集结宗门长老对鬼域之地进行镇压。我们绝不能让鬼域之地的那些家伙踏足北方大陆。